洗成好不好？啊，你听话啊！好玩，好玩，真好玩！叶爽，小心！阿英，你没事吧？叶爽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现在是私兵店掌店，当然要来了。掌店？你如假包换。浮尘参见掌店。以后你们都要乖乖听话洗尘，如若不然，我作为掌店可是有权利把你们融了做成马灯的。别吓唬人了，我们可是天兵仙气，谁敢容我们？要不你试试。绿豆糕，阿英，是你吗？哎，什么时候来的天宫啊？你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呢？啊，还特意给我带了这些绿豆糕。你是来干嘛的？来玩的吗？哦，我不是来玩的。你还不知道，我找到宁云山了。你找到宁云山了？嗯，不过现在还没有办法开设洞府，非得是5品仙官才可以申请洞府，所以我就来天宫了。那你怎么不早点传信跟师兄说呢？我可以帮你。没关系，我自己可以的，不用给你添麻烦了。今日我已经入了私兵殿了，我现在是8品仙官，离5品应该也不远了。那还早得很呢。阿叶，你是不是还在怪师兄隐瞒身份的事情？找到宁云山，又来了天宫，那么大的事情都不跟师兄说。我想了想，就像你说的，如果一早就说了的话，我应该会躲着你，怕着你，倒不如像曾经一样自在。而且我想明白了，无论你是小神君，又或者是大泽山的小仙君，你都是我认识的那个阿静。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真的。阿叶，你能那么想就太好了。所以我们的感情也是真的。我睁眼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，我最信任的人也是你。我们在禁谷相依为命，我们一起在妖界闯荡，在人间历练，我们都没有分开过这么久。我真的很想你。阿叶，我也很……我知道我们水凝兽年寿不长，所以我已经没有时间再胡思乱想了。我今日来就想告诉你，
我决定了，我要让你重新喜欢上我。阿姨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我没有胡说八道，红车大人说了，真神一旦觉醒，情欲思念就会越来越少。但是我知道，阿静不会这样，因为我认识的阿静，她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，不会因为成了真神，就把三界和我都抛之脑后的，对不对？而且在人间的时候，你还记得？阿燕，是因为三生石我们才会……真的吗？真的是因为三生石吗？阿燕，你呢，已经长大了，不要跟师兄走得那么亲近。等以后要嫁人的时候，谁还敢娶你啊？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不过我有直觉，你心里是喜欢我的，就像神力一样，它也有一个慢慢觉醒的过程。如果有一天，你的神力突然全部觉醒了，对我的感情也觉醒了呢？阿燕啊，绿豆糕，今日你就早点休息，我回去了。阿燕，玲珑骰子安红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？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欢乐错，离别苦，旧中更有痴儿女。天涯地角有穷时，只有相思无尽处。鹰嘴爪，烈阳枪。阿燕，阿静，阿燕，你认识这位战神啊？这是我大泽山的师兄古迹。哦，你是来找我的吗？啊，灵瑶大会上，战神需要身披战袍，我刚入职天宫，还没有一件合身的，所以来私兵店定做一套。包在我身上。今日可来了好些款式，我帮你先看看。阿燕，我问你一件事。这私兵店里可有梧桐树？你是在天宫里有梧桐树的消息了吗？私兵店里好像还真没有。但古籍上说有一棵梧桐树就栽在私兵店。浮尘啊，你在这这么多年，你可知道这有梧桐树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可古籍上不是说有吗？私兵店怎么会有这棵神树呢？哎呀，好了，不多说了，赶紧给战神大人量下尺寸吧。啊！哎呀，去呀！把手打开。那私兵店内可有什么长得像梧桐的树吗？那我倒是不知道，这四周都是光秃秃的，好像还真的没有什么树。是吗？你先别动。哎呀，那个，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别的事儿，我下次再来吧。啊？啊！
说吧，什么情况？只怕是仙女有意，郎君无情啊！不是这样的，他之前对我吐露过心声的，我们曾经也是如胶似漆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有一天，他好像把我们过去发生的一切都给忘记了，他就只是把我当做师妹了。哦，听你说这些，倒是让我想起一件仙器。什么仙器啊？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但那件仙器是可以抽取仙人的情丝的。被抽取情丝之人，与你的点点滴滴都还记得，可唯独情这一事就没什么感受了，像被拿走一样。正是如此，所以阿金是被人抽了情丝。哎，不对不对，不对，你师兄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怎么会有人想到抽他的情丝呢？他是真的挺了不起的，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抽他的情丝。但现在至少有办法了，我去问问他就知道了。哎，不可！那被抽取情丝之人，在情丝被召回之前，若被人告知的话，那他的情丝就永远消失，再也找不回来了。那如果问也不能问的话，那我能怎么办啊？这回我可帮不了你喽。华野，你是如何进得了司兵殿的？我以掌殿之名命你速速离开。少废话！我马上就要晋升了，需要玄武盾挡天雷，你们赶紧把玄武盾交出来。玄武盾受损了，不爱借，更何况你这也不是借东西的态度。那我自己找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玄武盾，玄武盾。胆子不小，竟敢在这儿撒野！来呀，劈我呀！我现在是尊了，来呀，来劈我！什么人敢擅闯司兵殿？难道不怕天条吗？华野，玄武盾已经受损了，提提挡不了雷劫，你这样只会让他彻底的报废。你若是想要渡劫的话，就应该找个灵力充沛的地方去。这些仙气都是铁石灌注的，废了就废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哎，你！司兵殿。住手！阿姨，阿姨，阿走！阿姨。走。
你还好吗？还有一刀，再帮我挡一刀！别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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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姨，你没事吧？我好像头有点疼。头疼？刚雷也没劈到你啊，为什么会头疼？应该是旧伤复发。你什么时候有的头疼？不过没关系，这不是什么大事，一会儿应该就好。阿姨，阿姨，我先带她去疗伤，你们看一下华爷。为了个古镜，装病，犯得着吗？怎么样？到底哪受伤了？让我看看。说呀。哪儿？这儿。这是旧伤。阿姨，你什么时候那么娇气了？旧伤也会疼的。你伤药放在哪儿？没有伤药。行，我去帮你开点药来啊。你别去。怎么了？我这个伤离不了人的。啊？既然生病了，就得吃药。在这儿等我，马上回来。那你快点。好。来吧。喝。生病了就得吃药，快。3、2。好喝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我跟战神殿的厨子学的梨花汤，好喝吧？哎呦，有点头疼，还是有一点晕乎乎的。哎，我听说丹房养了几条灵血蛭，只要能把人的血吸出来，就可以知道他到底得了什么病。你先喝着，我去拿几条啊。不用了。怎么不用？我们先要用灵血蛭把你的血吸出来，我们才能知道到底得了什么病。知道得了什么病之后，我们才知道怎么去治疗。啊！干嘛？有不病了？说，为什么骗师兄？说真话。我就是想看看，我现在在你心里还有没有位置。当然有啊。你说我师妹吗？我是说，你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位置。阿姨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是你的师兄，以后也会是你的师兄，不会有别的的。是吗？可是我刚才遇险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冲过来护我，你眼中的关切和担忧又不是演出来的。而且阿锦，你不是不喜欢我，你现在只是个头啊！只是，我看你就是青衣给你那些人间画本看多了。没收了啊，早点睡觉，把汤喝了。
哦，对了，倘若你真的头疼，差人来战神殿找我，不许再跟师兄耍这些把戏了。睡吧。分明还是关心我。情丝能抽就能生，我一定要把你的情丝找回来。都是因为安逸这丫头，成天胡说八道，害得我做噩梦。不行，我得想点好吃的。好吃的，烤鸡、蒸鱼、排骨、脆骨头。吃这个，这个好吃。有完没完了？还好没有耽误时间。路过市集，给阿静买了她最爱的绿豆糕。若是这么麻烦，就不必劳烦华书殿下了。等结界开了，我找旁人帮忙便是。是华叔手笨了。他是自己打开了，奇奇怪怪的。我来帮你挂回去吧，到时让四兵殿的人修改一下就好了。华书殿下，怎么了？没事，不小心刮破了。战神可有伤药？这是伤药，华叔殿下请自便。多谢战神。战神年少有为，又体贴温柔，实在是天宫不可多得的后起之秀。就是不知以后是哪位女君有缘，能与战神结缘，那可定当是天宫佳话。我不过一介小仙，佳话轮不到。殿下与蓝风帝君，才是大家都看好的眷侣。我并未答应蓝风帝君的求娶，所以眷侣这名头，也不过是镜中花，水中月罢。你们不是快要成亲了吗？那日寿宴上，战神的话说过便算了，可却在我心里扎了根。我总是觉得有愧于你，可想着想着才发现，我对你不只有愧，更有罢了。人总是在错过之后，才察觉自己的心意到底基于何处。阿金，你再敢乱来，我就把你丢进酱缸里泡着，听见没有？不好意思啊，华叔殿下，最近这佩剑不太听话，回头我好好教训他。
华叔殿下，结界已开，我肚子有些饿，先去吃点东西。华叔殿下也速速回宫吧。告辞。给我吧。勤快倒是勤快，一次性拿了那么多，要是把文书弄乱了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带着绿豆糕去战神殿了。那。怎么了？看到华叔不开心了？你误会了。那天是不知怎的，被一个结界困在那儿了。你若不信，我把元神剑照出来。我要是说谎了，我就让他劈我一剑。不用了，你是他的主人，他肯定什么都听你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华叔？你可是又想起了什么？你不是素来不喜欢他吗？哦。看，竹蜻蜓。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什么日子？跟我来。这里真的好美啊！来啊，到了。啊，为何要来这儿？你马上就知道了，就在这儿。先把眼睛闭上。我不。听话，走，快点，去那边看。闭上了。好了没啊？先别说话。准备好了，3、2、1。竹蜻蜓，好多竹蜻蜓。生辰快乐，阿英。你记得我的生辰？这叫什么话？你是我从蛋里孵出来的，又一点一点带大，怎么会不记得你生辰呢？哎呀，还是以前的阿英好啊，容易对付。现在古灵精怪的。是啊，还是以前好。以前至少你不会忘记我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可不会忘。倒是你，别忘了师兄我的养育之恩。要好好成长，等你长大了，别随便就被什么率仙君给拐跑了，还写什么卷仙录。到时要真要嫁人了，一定要让师兄帮你把关，听到没有？到时候再让整个大泽山都动员起来，给你办一场震撼3界的风光大嫁。我不要。爱要不要？我还不想帮你把关呢。这竹蜻蜓是我看了好几天的人间画本才学会的，又赶工了好几天才做了那么多，不好看。好看。喜欢就好。你记得竹蜻蜓，却不记得这是你送给我的聘礼。
请。本殿下练的瞌睡虫还没失手过。你是真厉害，阿角。月老说了，要用这个葫芦收集阿静的梦境，这样才能从她梦境隐藏的情感余温里面找到情丝。拿到了，走吧，走。头好痛。不，你们在这儿干嘛？我路过啊。我拿书。我随处参观的。你们怎么？阿英。你顶这个葫芦干嘛？他们说我这样蛮好看的。那个，并没有。怎么都来了？还奇奇怪怪的。这帮人肯定有事瞒着我。糟了，是饮血煞，最烈的火灵石。走。没事吧？对不起，阿姐，我只是想帮你找小凤君的仙缘，可没想到这火龙斑的威力这么大。你们这群坏人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快放开我！听见没有？我打死也不会进。今日你从也得从，不从呢也得从。可以了，月老，我在阿静心里怎么会是这样的？哇，阿英，还是你厉害，生扑啊！这古镜还真是自恋。这葫芦，这怎么了？方才我已感应到梦主人的情丝还未曾被毁，只是在通常情况下，我这样的阵法能将被抽取的情丝直接召回呀。那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？若是我没猜错，他的情丝被什么强大的力量给封印了。我们需要将这根情丝赶快找回，一定要快。若是迟了，他对旁人产生了新的情丝，那这根情丝就再也种不回去喽。我们要去哪里找啊？三界这么大，我们也不知道该从哪里找。这我虽然不知，但九州八荒之中能取人情丝的法器倒也不多，其中当属大泽山的忘念笛最为灵验。大泽山，月老，你确定是大泽山？大泽山，不就是阿英跟古镜的师门吗？那不用说了，取走古镜情丝的肯定就是忘念笛了。所以师兄他们都应该是知情的，他们也不想我跟阿静在一起。阿英，知不知情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方向了。阿英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就去大泽山帮你把古镜的情丝找回来，把你的小情人还给你。
我看殿下还是有些疲惫，我先出去了，殿下安心休息。我们需要将这根情丝赶快找回，一定要快。若是迟了，他对旁人产生了新的情丝，那这根情丝就再也种不回去喽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天行官带人来抓阿音了。我？护灵剑爆炸，将山皇真以指骨毁了。什么？护灵剑不是一直有你看着的吗？然后进密库之前，最后一个接触的人也是你，他们就觉得是你的责任，要抓你回去问罪呢。不对，最后的时候检查过了，剑没有任何问题。没关系，我跟他们说清楚。阿音，现在还不是解释的时候。阿进，阿音，虽然这件事情我们都很相信你，但现在妖界震怒，正逼着仙界给说法。若是我们查不清原委，他们又不依不饶的话，你很有可能会被当成替罪羊推出去的。我什么都没做，如果现在不去说清，天兵已经进来了。你先跟我走。哎呀，好了，别再讨论了，赶紧从后门走。啊，走，赶紧。阿音，你送剑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有任何异样都要告诉我，我才能帮你证明清白。你不怀疑我？你说什么傻话？你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你什么心思我能不知道吗？怎么了？在我去找你之前，有人伤你了？我就是觉得，为什么我会莫名其妙摊上这种事情，给你添麻烦？这算什么麻烦？你是我罩着的，谁跟你过不去，就是跟我，跟整个大泽山过不去。不信你问青衣，他也不会答应的。总之，在查明真相之前，你一定要跟我形影不离。有了天梭衣，才会没有人发现你，好吗？嗯。奇怪，这里饮血砂的气味特别浓，为何偏偏又没有饮血砂的痕迹？啊！阿金，我找到他了！啊，别跑！阿音。古剑，阿音，玉凤仙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刚才那个黑衣人是谁？回禀仙尊，我跟阿音寻线索至此，刚才那个黑衣人才是炸毁山皇真以指骨的罪魁祸首。回仙尊，这些剑的碎片上果然都有饮血砂的痕迹。仙尊，正是因为这假剑上有饮血砂，才会在灵瑶大会上发生爆炸。但阿音所造之剑中并无此物，此事经手铸剑以及查验过剑的人都可以为阿音证明。看来阿音确实是被冤枉的，此事另有幕后黑手。还望仙尊可以将实情尽快禀报给蓝风帝君，还阿音一个清白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向帝君如实汇报，撤销对他的追捕令，还阿音一个清白。如若不是你坚持对阿音的信任，我们天宫就差点冤枉了一个好人。啊，对了，这个黑衣人近距离引爆了这个饮血砂，所以他身上也一定有灼伤。传令下去，立刻在天宫排查身上有灼伤之人。
我不管他的官阶等级，均不可遗漏。这次多亏你了，所以我会送你一个很大的礼物。干嘛跟师兄那么客套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这个礼物很重要，是你丢了很久的东西，我很希望你能找回来。什么呀？说出来听听。等找到之后再跟你说吧。好。3生石。古剑，发生了何事？那，这是阿英给你的礼物。什么礼物？这是你的情丝，是你对阿英的情念，也不知道是谁用望天笛把它抽出来了，埋在这儿，害得我一顿好找。我对阿英的情念。其实主仆气在的时候，阿英就已经爱上你了，为此她没少受主仆气的反噬。这样，你把它打开，我让你看看你们的情念有多少。上锁喽。好了。古镜阿英，锁死了。你那么喜欢她，我就想把她当做我的聘礼送给你。我想，纵然没有主仆气，能不能结一个姻缘情，让我们一直在一起？阿英，我们明日就去演甜甜结契。我愿意。等等，不是主仆气，是姻缘气，开始吧。什么姻缘气？姻缘气岂是随随便便就能跟人结的？你最近画本子看多了。话说，到底是谁抽走了你的情丝啊？要做这事儿可得费不少法力，该不会是你那2个师兄吧？那个，哦，陛下要回幽冥界了，我得先回去了。你自己好好想想。萧神君三思啊！你可知，你在问天石下以身应劫，换了小火凤仙缘重归的机会。那个时候劫就已经出现了，就是阿音啊。东华飞升前算到，将你们2人结成主仆气，就是为了让你避开此劫。如今主仆气意外解开，你与水灵兽阿音生情，只会让你的劫生出更多的惊涛，让自己置于更加凶险的境地啊！小神君何事这么急着找我？小神君息怒，我实在无法眼睁睁看着你入劫，才会自作主张，做出逾矩之事。姑姑从小看着我长大，我的性子姑姑应当知道。我尊重你。但并不代表你可以偷偷剥走我的情丝，对我为所欲为。
就算阿英是我的杀生劫又如何？你们的感情当由我们自己负责，怎么也轮不到旁人的插手跟算计吧？红绸无论做什么，都是以小神君的福祉为重。就算知道你会生我的气，我也必须做出这个选择。这叫为我的福祉为重吗？所以呢？所以姑姑打算继续执迷不悟，阻止我跟阿姨的感情吗？我是怕有朝一日你会后悔。你可以不在乎自己，但是你不会不在乎大泽山。这跟大泽山有什么关系？大泽山受你父神母神的恩泽，方有今日的盛况。受之必还之。东华曾推演过，他为你与阿英结下的主仆契会有意外，便留下了另一个保你之法。我虽为古今与阿英结下主仆契，但世间万事岂能都在算计之中？若这主仆契有朝一日意外失灵，便只剩下一个法子，就是将古今的劫运连接在这大泽山之上，希望这大泽山延绵7万年的灵运能保住它。只是这个法子对你们实在不公。什么？你们在凡间因蛟龙将主仆契斩断，你的劫数已入命中。你的2位师兄终做出这个决定，如他日你的劫难来临，大泽山将为你挡劫。你们在一起伤的不仅仅是你，还有大泽山。如此，小神君还要坚持吗？那师兄为何从未对我说起？小神君若不信，不妨自己去看看。贤竹贤善受东华嘱托，不能将真相告知小神君，但我是懂小神君的。我认为小神君应当知道真相，否则等那日来临之时，你又怎能承受得住呢？如今又不是要取那阿英的性命，无非是要斩断对他的情丝，于他又有多大的伤害？是小神君一己私情重要，还是大泽山众生的命重要？当初是我逾矩，妄图帮小神君选择。如今我将这个选择权交还于小神君，孰轻孰重，想必小神君自有决断。我已给阿英打上我的魂印，就算她遇到危险，我会护她周全。忘忧仙果还在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休息。我会好好休息的，明日还要跟你去接气呢。当初是我逾矩，妄图帮小神君选择。如今我将这个选择权交还于小神君，孰轻孰重，想必小神君自有决断。这就是我要送给你的礼物，你的情丝。你可有想起来？想起来了。
燕，以前是我贪玩，现在想来，着实有些不该。我想你也知道了，我是真神，应当继承祖神意志，守护三界，不该在一个人身上投入那么多的私情。其实情丝是我自愿被抽走的，没想到被你苦苦找回来，挺困扰的。我不想像贤竹师兄那样，一辈子只等着一个人，小情小爱什么的，其实都不重要。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明白吗？可是你跟我说过，我也是你重要的人。是啊，是重要的人。那是以前，并不是现在。对于我而言，三界的众生都是平等的，包括你。你可是有什么苦衷？还是说，还是因为红潮姑姑？是因为她跟你说，你我没关系。红潮姑姑不过是青池宫的掌教，我才是青池宫的主人，她凭什么命令我？阿英啊，我们师兄妹一场，我就实话实说了。我们身份差距太悬殊了，没有可能的。你也放下吧。所以我的这份情，在你眼中只是一个笑话，还是说你从未对我用过真情？纵然是我先喜欢你的，可是也是你与我说会与我去结姻缘契。纵使我身份卑微，我也不觉得在感情里有谁高谁低一说。我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是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好，正好，我们的缘从此了结。
等等！你要挑战我族高手？是。按照妖族规矩，只要挑战赢了，便可以得到索要之物。这是扶摇舟，是3界之中唯一可以滋养所有幼族的半神器。9州8荒仅此一件，我愿以此为彩头，挑战妖族高手。无论输赢，这扶摇舟都归妖族。但若我赢了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请殿下与狐王能将宁云山相让。阿若，这左右不亏的买卖，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拒绝呀。尤将军，你去试试。哼，阿若，尤图可是上郡之子，让他对战下郡之子的古晋仙君，岂不是胜之不武？他可是大泽山东华的爱徒，你怎可确定他就没有提前准备什么绝招？既然他要比试，那就拿实力说话。所以我的这份情，在你眼中只是一个笑话，还是说你从未对我用过真情？是我看错你了，我守护不了自己的栖息地，也配不上真神的爱情。你小子居然有这般威力，倒是小看了你。行了，阿若，他以下郡之姿战胜了我族上郡高手，按照我妖界规矩，他已经赢了。此时与大泽山交恶，引起山门戒严，反倒会影响我的计划。反正结界石已经到手，这宁云山与我也无用。好了，既然你这么想要这宁云山，那我就看在弘毅的份上，给你这个面子。经过协商，妖族已经同意归还宁云山，我也批准你的申请，将宁云山赐予你做洞府。只是这洞府的结界石还是被狐王给留下了，不知道阿音是否介意？我不介意，我能拿回洞府已经是很满足了。多谢帝君。
为何不亲自交给阿英？还请帝君代为保密，我不想让他知道。终于回到宁云山，但又好像一切都变了。阿玉马上就可以破壳出世了，希望他长大以后不要爱上不该爱的人，去做一个不该做的梦。阿言，你平时不是一向最瞧不上这种身份门第之见了吗？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？我以为他和我一样，都不在乎，没想到他是在乎的。明明就是古静混蛋！阿英，别喝了，何苦拿这些折磨自己？是他没眼光。是啊，阿英，借酒消愁，愁更愁。先别喝了，缓一缓，身子要紧。既然就当是和过去告个别吧。那些不起眼的过去，已经是我全部的真心了。不过时间会冲淡一切。当然，一切都会被冲淡的。阿英，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小师姑，小师姑，青衣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我哪出事了？小师叔要献祭仙缘，留住凤影的肉身。凤鸣长老说，要想留住凤影的肉身，需要他的8分仙缘，可是如今还差2分。小师姑，我记得你上次说过，幽冥界无同数，你们能不能想想办法，去找到幽冥王，拿到他手里的仙缘？否则，小师叔一旦献祭出去，将会仙缘残缺，终身受震荡之痛。青衣，你先别着急。阿九、叶爽，你们随青衣回去，一定要阻止阿静。好。回去，幽冥界。哎，等等，你上次救了3生石都没拿走仙缘，这次我能有办法。我陪你。不用了，这一次只有我能救他。我们必须快点，否则就来不及阻止小师叔了。我答应用我1半的灵力换凤影仙缘。小丫头，你已经知道了水凝兽的内丹灵力就代表了寿元，你还愿意交换？我愿意。敖哥陛下不也是为了修颜，倾尽所有，殚精竭虑吗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幽冥王威震3界，若不是您的允许，谁又敢在修颜楼贩卖入宫殿的令牌？那日我见了修颜，他的灵力十分微弱，而我们水凝社又有修复的能力。敖哥陛下在修颜楼收集奇珍，又煞费苦心想要得到我的灵力，想必就是为了修颜，对吗？小姑娘，你终究还是来了。你这么做，那位师兄不会心疼吗？我的命本就是他唤醒的，我也愿意帮他了却这种夙愿。
此刻，弑神花种应该种下了吧？阿金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师兄，这点痛我受得了。师兄，继续。住手！阿金，阿金，燕爽殿下，你们这是何意？古晋，阿英得知你要现仙缘，叫我们务必前来阻止你。 要不是阿英死命拜托，我可不会来救你。此术法若是贸然中断，不速速恢复的话，怕是前功尽弃啊！我就是来打断的，阿英交代过的。阿英呢？她现在在哪儿？她说自己有法子，就独自去了幽冥界。阿英说的法子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不好，阿进。 禀报陛下，古晋大闹前殿。敖哥，敖哥呢？让他出来！都聋了吗？敖哥，给我出来！阿英，阿英，你没事吗？凤人的仙缘我拿到了，速速拿去镇魂塔。敖哥陛下没有为难我。 还帮我晋升了，阿英，阿英，让他走吧。阿英，阿英。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不要用自己的内丹灵力去换仙缘？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啊？就当做是我还你从禁锢里将我带出来，养育的恩情。你欠乌通岛凤影的，我替你还。可你不是碧波，你没办法像他一样活千年万年。你知道失去一半寿元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，不过我算过了，还有50年，足够去做我想做的事情。 事已至此，你放心，我就算寻遍3界，也一定会找到为你延续寿元之法。神君那日亲手掐断情丝，我便就清楚您的心意，也不打算再纠缠了。拿回凤影仙缘，并不是想要先恩图报。 也不是想借此挽回你，你还是赶紧救我。阿英，
阿金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阿英她为了2分凤影的仙缘，跟幽冥王以自己1半内丹灵力做交换，白白折损了1半的寿命。什么？师兄，阿英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？古静，阿九，阿九，早是幽冥王那边要这种条件，为何不早告诉我们？你是不是故意演这种苦肉计，就是为了让阿英去交换灵力的？阿九，说话！阿九，师兄，我现在只想知道，有什么方法能让我在50年内为阿英延续性命？阿英恐怕没有50年了。师兄，这是何意？阿金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水凝兽早已绝迹6万年，为何阿英会出现在我们后山禁谷？还有，这颗水凝兽蛋，为何6万年里从未出壳现世？7万年前那场伏魔大战，诸多仙兽不幸被灭族，而水凝兽便是其中一只。当年，阿英的父母将尚未出壳的阿英和她妹妹托付给了师尊，便离去伏魔，再也没有回来。那师尊为何不让他们降世呢？这是阿英父母的意愿。当年，阿英母亲怀着他们时，被魔所伤。后来，虽然勉强生下阿英和她妹妹，但其实她二者的仙缘已被魔所伤，很难破壳而出。阿英后来虽幸而出世，可她的寿元最多也只是10年。10年，10年。10年。10年，是该让他降生，看过这世间后死去，还是该让他永远沉睡？阿英的父母无法决策，便留给天意来定。他们求师尊将阿英封于后谷，若他命中注定能够破壳而出，那便是这孩子该当有此短暂的一生，此生际遇，皆听天命。10年，阿英献了5年的寿元，已在世上有4年多。也就是说，阿英剩下的竟然连1年都没了。我不信，这不可能！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救他吗？仙兽想要冲破寿元桎梏，只有化仙为神。化神肯定来不及。水凝兽仙体孱弱，这恐怕就是水凝兽的天理命数。但我不信命。既然阿英可以逆天而出，我也定有方法可以救他。是啊，师尊，那么多的典籍，一定能找到法子的。书上没有，我和贤主早就翻过了。书上没有，并不代表没有出路。碧波，就像碧波，碧波不就是个特例吗？水凝兽一族虽灭，但在这3界之内，还有碧波与他有血缘连结。我去紫月山找他，这个方法我定要找出来。
阿银延续寿元？没错，你是水凝神兽，你可有办法？这是逆天而行的事啊，太难做到了。你要是有办法，告诉我。这个有办法就说啊，碧波！人命关天，你别吞吞吐吐的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但我也不知道行不行。什么办法？我们水凝兽一族，除了罕有的神兽，一般的族人性命都不会太长久，也就活个几百年而已。当年有一个前辈，不信天命，一生钻研，炼制能够延续我们水凝兽一族寿元的化神丹。化神丹，想要炼成化神丹的话，就需要炼化之人以100年灵力为代价，激起丹火，还需要3味药引。1为药族至宝至魂草，2为天宫玄池神露，3为1颗修炼万年以上的飞兽内丹。万年飞兽内丹，无论仙妖飞兽，内丹即为性命。要取这最后1味药引，无疑要伤一条性命。没错，一命换一命。要想续命成功的话，就需要用另一个人的命来换，这太伤天和了。我们水凝兽一直以来都是以救死扶伤为己任，所以最后我们举族同意放弃炼制化神丹。我是不是只要收集到至魂草、玄池神露、1颗万年飞兽内丹，再加上我100年灵力，就能炼化出化神丹？对，我知道了。阿金！阿爷，别回去了，不是还有半年时间吗？别回去吧。别生气。师尊曾经说过，混沌之血可以解3界一切毒，为今之计，只能先我的混沌之血试试了。动手！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怎么样？慢点。我们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献祭了自己1半的寿元，身体怎么可能吃得消呢？我跟师兄都希望你在大泽山好好休息一段时间。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怎么可能死呢？
因为我听青衣说过，若是仙族的人头发突然变白，这便就是天人午睡。他胡说的，别看了，你只是有些受伤了，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，按时吃药，很快就会好的。那我就回宁云山去休养了。不行，虽然是小伤，但我跟师兄都希望你在这里先把伤养好了。等你好了以后，你想去哪里都可以，但现在你必须在这里休息。阿金，我用寿元还凤1000元，是为了还你教养之恩，并非是显恩图报，也不想因此纠缠你。我知道，但现在我放心不下你，师兄们也放心不下你。他们接下来1月要去炎天殿护法点燃9星灯。要是你突然走了，他们要分心的。而且燕爽也已经在天宫给你告了假了，就是为了让你在这里好生休息。若你执意要走，那你去哪儿我就便去哪儿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待在这儿。我这段时间会在后山闭关修炼，你有事随时找我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阿青为什么这么反常？神色也如此憔悴。